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奇效实验室的范雪伦。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制作手工可乐，然后配个手切洋芋片，用100%无添加的真实食物，做一套周末最疗愈的追剧组合。首先准备一颗黄柠檬，或是绿柠檬、莱姆都可以，建议选择国产的有机柠檬，注意果皮没有上蜡以及用药过多的问题。然后把柠檬皮从柠檬的身上分离出来，果皮一切，香气瞬间就会释出，这是因为柠檬的精油就藏在皮里面这一粒一粒的油囊里头，等会要和其他的香料一起加热，让精油融入糖浆。果肉我们就简单切小块，用人体榨汁机挤出果汁。果汁是让可乐香气轻盈的秘诀。如果有嫩姜，使用10到15公克左右的量切片，季节不对买不到的话，找尽量不要太老的生姜切个2-3片来取代，这也是提升糖浆清爽度的秘密武器。再来准备香料，小豆蔻、丁香与肉桂是多数手工可乐会采用的核心香料。我会另外添加黑胡椒，黑胡椒香气很淡，但是能增添喉咙与感官的刺激感受。这配方我很喜欢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最后来想办法模拟出可乐配方中的焦糖。首先来挑一个流动性高、颜色较深的蜂蜜，比较适合操作。蜂蜜中含有大约20% 左右的水分，家庭制作焦糖从蜂蜜开始，受热会比较平均，也能减少飞溅的危险。不啰嗦，我们就先来加热蜂蜜，小火让蜂蜜慢慢地均匀受热，蜂蜜的水分会逐渐被释出，冒出的泡泡也变得绵密。等闻到近似焦糖香气时，倒入各100公克的砂糖以及黑糖。黑糖主要是用来模拟可乐深色的外观，但它的风味比较浓郁，我通常使用糖类1/3左右的量。小火加热搅拌到出现甜中带炙烤的焦糖香气后，记得要关火，再倒入水。等到糖与水完全融合之后，投入香料与嫩姜，煮约10分钟，再投入柠檬皮，然后继续煮5分钟。这过程中，糖浆表面出现的白色绵密气泡是水蒸气、精油和蜂蜜的胶质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，不是浮沫，不用理它。关火后就会完全消失。熄火后来加入我们辛苦挤出来的柠檬汁。接下来静置到糖浆变凉，这段时间香气分子会持续释放，凉了之后就马上过滤，继续放下去，杂味会慢慢被释出，糖浆的味道反而会变得比较不干净。不过过滤后的糖浆还是需要在冰箱里头放置1个晚上，让各种香气与糖浆均匀混合。你可以现在试一点味道，入口基本上都是柑橘的香味与酸味，但放了1个晚上之后，味道就完全不同了，试了就会知道差别。第二天刚好是星期六晚上，就来炸个手切洋芋片，等会儿就可以和家人一起看最近迷上了一部韩国的橄榄球实境节目。马铃薯的含水量很高，厚切的话要炸很久，我就尽量均匀的切薄片，这个厚度我炸了大约20分钟，给大家参考。记得要洗到水清，确定去除多余的淀粉后，用自己的方式尽量把马铃薯擦干或是风干。冷油下锅，让马铃薯的水分随着油温上升慢慢释出，等到开始冒大泡泡，代表油温已经往160度接近。这时候不要急着调高火力，继续炸下去，油温会逐步上升。看到泡泡越来越小，油炸身边的清脆，就代表温度已经越来越接近180度。出现金黄色后就可以取出。取出后吸油放凉的过程中，洋芋片会持续脆化，颜色也会变得更深一点。趁有温度的时候撒上海盐，还有喜欢的香料。刚炸好的手切洋芋片，记得一定要自己试吃一下。接下来拿出啤酒杯假装一下，倒入满满的冰块，糖浆的量抓杯高的1/4到1/3左右，然后注入气泡水搅拌搅拌，你就能得到一杯没有添加物且不含咖啡因的好喝可乐。配上一大盘用好油炸真马铃薯做出来的洋芋片，一起和你所重视的亲友们用美好的真实食物度过疗愈的假日夜晚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我是来自奇效实验室的范雪伦，希望你今天也吃得很好，我们下次见。